他为了让自己的好兄弟一辈子交不了女朋友，这个校霸干了件震碎三观的事情。跑混了。这种折磨人的方式简直灭绝人性。然而校霸还不满足，紧接着他又告诉他的好兄弟，这还只是开始而已，接下来你的毛发只要长出来一点，我就再给你全部烧掉。按常理来说吧，碰上这种校园恶霸，一般人都会选择忍气吞声，可这个挨欺负的男生却直接来了个最狠的反击。所以接下来大家就会看到这个画面，小马又来到学校，自己的位子居然被换成了一个马桶，而且上面还特别脏。看着校霸那一脸坏笑窝囊废似的，校霸张嘴就问他，这是你干的吧？可因为老师就站在旁边，校霸也没敢再多说什么。นั่งไปก่อนจอมพลเดี๋ยวครูจัดการให้。可是这下连老师都跟着笑话他了，校霸怎么也想不通，那个天天被他欺负的窝囊废怎么突然就有胆子来反击自己了。直到那个女孩出现，校霸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这个转校生虽然什么话都没多说，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，说名字叫纳诺，在场的所有人就都觉得后背一阵发凉。没错，这部又爽又过瘾的泰剧《禁忌女孩》新一季可算来了，全新的故事，全新的人物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复仇味道，让人看得特别带劲。所以被校霸欺负完之后，阿德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纳诺，可自己都已经被欺负成这样了，纳诺怎么还不出现呢？于是阿德打算上吊一了百了。不过就在他要断气的那一瞬间，门外突然落下来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没错，这个女孩就是纳诺，所以望着眼前那个模模糊糊的身影，阿德本能的想要活下去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นาโนะนะคะเป็นเด็กใหม่เพิ่งมาวันแรกแต่สงสัยจะมาเร็วไปหน่อย看着阿德拼命挣扎的样子，纳诺低头看了一眼，原来他那封遗书里头写的全是在骂自己，说什么纳诺根本就不存在之类的，所以你是不想让我帮你了是吧？不过到最后，纳诺还是把阿德给救了下来。说真的，要是没有纳诺这个传说，阿德早就不想活了。如今有了这么个大靠山，阿德自然就要开始他的报复了。รู้ไหมว่าสิ่งที่จอมกวนที่สุดคืออะไรถามว่าใครมันคือการที่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กลัวเขาแล้วต่างหาก就这么着，照着纳诺的安排，他俩要联手给校霸演一出好戏。等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，纳诺也按约定到班上报道了。做完自我介绍，他不紧不慢地走到钟摆旁边，又那么淡定地坐下了。那纳诺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接下来大家就会看到这么一幕。到了考试的时候，纳诺故意递过去一张纸条，老师还以为他是在给校霸传答案呢，结果打开一看，上头画的竟然是一坨大便。这一下校霸成了全班的笑柄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被人给耍了，所以大家自然也就不再怕他了。不过让所有人都不再怕校霸，这才只是报仇的头一步。因为被人这么耍了一通，校霸心里肯定恨得不行。果然一下课，他就发疯似的要逮住阿东狠狠揍一顿。可等他冲进仓库以后，突然间一个小丑玩偶啪嗒掉了下来，而且大家一定得记住这个小丑，因为过不了多会儿，校霸也会变成他这副模样。所以等手上的伤口开始化脓以后，校霸就跑到医务室去处理。可就在他睡着的时候，纳诺却悄悄溜了进来。紧接着等校霸再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再看他的胳膊竟然被换成了小丑的假手。校霸本来想把缝合的线给剪断，可刚碰了一下，那钻心的疼就让他再也下不去手了。แขนเป็นไรวะอันนี้ผ้าพันแผลแบบใหม่เหรอตลกดิตลกขี้อะไรสัก到了这会儿，校霸满脑子就想着把纳诺和阿德找出来，让他们知道得罪自己是个什么下场。可这时候，纳诺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在仓库里好好给他上一课呢。就这样，等再次见到这个转校生，校霸上来就要把这个混蛋往死里打。可因为自己的胳膊已经被换成了气锤，不管他再怎么使劲揍纳诺，打在他身上都是软绵绵的，所以纳诺也就直接告诉了这个混蛋：มือจอมนี่มันนิ่มจังนาโนรู้สึกเหมือนถูกนวดอยู่เลยอะ可天生就蛮横霸道的性子，让钟摆还是不肯服软。他继续动手去打纳诺。这时候，他那些同伴们也全掏出手机，在旁边录起了视频。ดีใจจังได้เริ่มถ่ายแล้วต่อไปเนี้ยบันเทิงกว่าเดิมแน่นอน其实想毁掉一个混蛋吧，就得用他最怕的方式去收拾他。校霸从小就有个特别凶的父亲，只要他一做错事就会挨一顿打，所以在校霸心里头最怕的人就是自己父亲。就这样被纳诺一通刺激之后，这个不可一世的校霸终于开始崩溃了。等校霸被收拾成这样以后，你猜之前老被他欺负的阿德会怎么对他呢？แค่นี้แม่งจะสะสมกับที่มึงเคยทำได้ไงวะ
他使劲挥舞着拳头，想把心里的火全撒出来。可这一切的一切，其实都只是纳诺的想象罢了。他以为被欺负的阿德会这样去报复校霸，但实际情况呢？阿德并没有那么做，反而伸出手来想跟校霸和好。可瞧着递过来的那份好意，钟白反而疯了一样大笑起来。因为在他心里头，比被人往死里打更可怕的，反而是阿德这份善意。所以帮着阿德报完仇以后，纳诺问他还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可阿德呢，只是掏出手机要了一张合影，因为他清楚纳诺并不属于这个地方。接下来，这个撒旦的女儿马上又会转到别的学校去帮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。男孩的哪种性欲是正常的，又有哪些是错误的？迷恋女孩的身材是正常的还是错误的？相信许多处于青春期的男生都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，而他直接把标准答案告诉了大家。จริงๆไม่เห็นต้องแอบถ่ายเลยขอกันดีๆแนโนให้ดู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อ่ะเดี๋ยวแนโนให้ดูแบบเต็มตาไปเลย 只要是正常人，多多少少都会对异性的身体感到好奇，这一点大伙儿不用觉得难为情。可偏偏这三个混账偷偷把摄像头塞进了女生的更衣室，靠偷拍来传播人家的私密照片。所以等那些照片传开以后，女生们就去找校长要个说法。可你猜猜，同样身为女人的校长碰上这种事，他是怎么说的？นี่แหละคือเหตุผลที่กระโปรงของนักเรียนหญิงทุกคนต้องยาวเลยเข่ามาถึงฝ่ามือและยาวได้จนถึงตำแหน่งที่อนุโลมและที่เราพร่ำสอนวิธีลุกนั่งยืนเดินให้กับนักเรียนหญิงเนี่ยก็เพื่อที่พวกเธอจะไม่ต้องทำตัวเองให้อับอายขายขี้หน้าแบบนี้ไง他压根没去追究偷拍的人，反倒怪起这群女生不懂得保护好自己。说完丢下一句：“这个转校生你们负责带回班里。”然后就那么走了。แน่นอนนะเป็นเด็กใหม่没错，转校生纳诺他又来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同学明明告诉过他，排球俱乐部里有偷拍狂，专门拍女生的私密照片，还让纳诺千万别加入排球社。可他呢，就跟没听见似的，直接以最妖娆的姿势，让所有人都把他看了个遍。就这么着，又来了个大美女之后，阿培那三个人就把歪主意打到了他身上。更要命的是，偷拍的事被新闻爆出来以后，校长火冒三丈的冲到班上，直接把被偷拍女孩的手机给没收了，还警告他说：“你要是还想在这儿接着上学，我就劝你千万别再给我惹事了。”连着这么几回碰壁，连女生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。เธอไม่ได้ทำอะไรผิดหรอกนะถ้าเป็นแนนโนโดนนะแนนโนจะทำยังไงทำตามที่ครูใหญ่บอก这句话啥意思呢？纳诺的意思很明白，就是说作为女生，你首先得把自己的隐私保护好。于是他就联合所有女生在更衣室里翻找那个摄像头，果然在那个玩偶身上，纳诺发现了这个可恶的东西。ชักสนุกแล้วสิแม่งรู้ตัวแล้ววะหาเจอก็ติดใหม่ยังไงก็ต้องติดทุกที่ที่แนนโนแม่งไปอยู่แล้ว虽说偷拍设备被女生们给翻出来了，可阿奎那三个人压根没当回事，因为他们手里还攥着好多摄像头呢。就这么着，放学以后，三个人又开始在全校到处装。至于装的位置，他们也特别讲究，全挑那些能迈开腿的低角度地方。等装完之后，他们又开始调试设备，就等着纳诺走到指定位置就行了。可纳诺呢，就好像知道摄像头藏在哪儿一样，他每走一步就把那一路的信号给踩断了，就连他坐过的椅子也收不到任何信号。到这会儿，就只剩下卫生间那一个摄像头了。可结果呢？这三个混蛋还是扑了个空，因为纳诺长得实在太漂亮了。他转学头一天就有好多男生出高价想买他的私密照，所以阿培那三个人还是不肯罢休。可就在这时候，马超突然翻到一张怪照片，他们居然拍到了一个男生的私密照。这又是谁的照片呢？你再看那小子那眼神，显然这张照片就是他的呀。以前施暴的人，现在反倒成了被拍的。纳诺拿着他的手机质问多一，那张照片是不是还挺可爱的？收拾完第一个偷拍者之后，紧接着第二个人，也就是这个马高，又成了纳诺的猎物。这时候的马高还一脸得意，穿着特制的鞋子，一路跟着纳诺想拍照，总算让他逮着个机会。纳诺停在一只狗旁边，然后转过身跟马高说：“你找我是不是有事？”แนนโนเราอยากขอสัมภาษณ์พอดีกำลังจะมีงานวันแม่ที่จะถึงอยากให้แนนโนช่วยได้สิมาเราเริ่มถ่ายนะ他悄悄把脚伸了过去，纳诺呢就跟什么都不知道似的。可接着他在空中画了个三角形，那条猎犬就直奔马高过去，狠狠给他上了一课。อาการคนไข้พ้นขีดอันตรายแล้วนะครับบาดแผลต่างๆอีกสัก2-3 อาทิตย์ก็หายดีครับคุณแม่แต่ว่าอันทะของคนไข้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น่าจะเก็บไว้ได้แค่ข้างเดียวครับเพราะอีกใบเนี่ยเสียหายหนักมาก
这会儿马高也成了全校的笑柄，一瘸一拐的被所有人指指点点。按说到了这个份上，同伴接二连三被纳诺收拾，三人组的老大阿培总该收敛点了吧？可这小子呢，压根就没当回事。就这么着，纳诺拎着马高的鞋子去找阿培，碰上这种好机会，你说阿培怎么能放过呢？他先是把纳诺请到家里坐坐，然后自个儿溜进卫生间开始装摄像头。等试完设备没问题之后，阿培又把家里所有饮料都搬了出来。他就不信纳诺会不去卫生间。虽说阿培的计划看着挺周全，纳诺也确实一罐接一罐的往下喝，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女的就跟千杯不醉似的，到最后竟然把阿培家的饮料全给喝光了。มีอีกไหม หมดแล้วงั้นเอาน้ำเปล่าไหม แนนโนไม่ชอบน้ำเปล่างั้นแนนโนกลับแล้วนะ 阿培还是不死心，想方设法要纳诺去上一趟厕所，可纳诺呢就这么直接走了。眼瞅着就要到交照片的期限，阿培要是再拍不到纳诺的私密照，他在学校还怎么混得下去？既然偷拍不到，那是不是可以来硬的？ 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ไม่ชอบแอบถ่ายกันแล้วเหรอ แนโนปล่อยไอ้เหี้ยคุณตาปล่อย ถ่าย 可也不知道为啥，纳诺还真就让阿培给偷拍了。拍完之后，他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走了。所以大伙猜猜，阿培到底拍到了啥？翻来翻去，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。你再瞧，阿培的母亲回来了，这女人是谁呀？她就是那个可恶的校长。就这样，阿培耐着性子等着，果然他偷拍的照片一张张显示了出来。接着，阿培就把纳诺的照片发到了群里。他本以为这回自己肯定赢了，可真相远比他想的要可怕的多。就这么着，到了母亲节庆典的时候，阿培还在心里偷着乐，觉得自己赢了纳诺。可感恩仪式正进行着呢，大屏幕上突然放出了所有女生的私密照，在场的人全傻了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不用说，就是纳诺放出来的。校长当场就怒了，质问纳诺为什么放这些淫秽的东西。可你猜纳诺怎么回他？ แนนโนว่าที่อนาจารน่าจะเป็นคนที่แอบถ่ายภาพพวกนี้ไม่ใช่เหรอคะ 说白了，受害者有罪论根本就是胡扯，那些真正动手的人才该被追究。其实纳诺早就联合所有女生在每个角落都装上了摄像头，换句话说，男生偷拍女生的同时，这群女生也开始了反击，反过来拍他们。 เชี่ยไม่หลอกกันนี่หว่าไม่เอาลูกกางเกงในแม่มันมาลง 至于阿培拍纳诺的那张照片，其实拍的是那个可恶的校长本人。这下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被阿培给骗了。就在纳诺画了个三角形之后，大家全都怒气冲冲地涌上了舞台，把阿培那几个人一顿狠揍，最后把他们三个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。其实青春期对异性感到好奇，这本身没什么错，但错就错在你们为什么要偷拍，还把那些照片到处乱传。要是真喜欢一个女生，大可以大大方方去追，而不是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所以纳诺最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阿培那几个人，真正的喜欢应该是平等的，你们在拍我之前，起码得先客客气气的问我一声。 เจอกันอีกแล้วนะ